我们今天来聊聊 RAM Disk 这个东西。不过我先说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要来拼速度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现在 SSD 的速度都快到飞起来了，到底谁还需要 RAM Disk 啊？这问题问得很好，但答案说真的跟速度没有太大关系。其实答案就藏在你那颗每天在用的 SSD 里面。它有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秘密弱点，就是说它的寿命其实是有限的。你每一次存档，每一次安装，都在一点一滴的消耗它。这个弱点有个专有名词叫做 NAND 快闪记忆体耗损，听起来很像人，对不对？但其实原理很简单啦。你可以想象一下 ，SSD 就像一张纸，你每次在上面写字，再用橡皮擦掉，纸就会变薄一点点。SSD 也是一样的道理，它能被写入的次数是固定的，写满了，它就会开始变得不那么可靠了。你看这张表，哇，这个对比真的超级明显的。以前的 SLC 技术写入次数可以高达10万次，非常耐用。但你再看看现在，为了让容量变大，主流的 QLC 技术写入次数竟然掉到只剩下1000次左右，从10万到1000，这个差距真的很大哎。对，你没听错，就是这个数字1000。现在你电脑里那颗常见的 QLC 硬碟，每一个储存单元大概就是能承受这么多次写入。想到这里，是不是开始觉得有点毛毛的？那到底是谁一直在偷偷写入你的 SSD 呢？哎呀，凶手就是那些作业系统各种应用程式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的一大堆小小的暂时档。所以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RAM Disk 要出场的时候了。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些烦人的暂存档全部都丢到用记忆体做出来的虚拟磁碟，也就是 RAM Disk 里面去。这样一来，不就不会一直去磨损 SSD 了吗？你看这张图就很清楚了，左边是一般的状况，所有的暂存档都直接往你的 SSD 里面写，一直磨损它。但右边呢，用了 RAM Disk 之后，这些档案就改写到记忆体里。记忆体是没有写入寿命问题的，它就像一个超级耐操的挡箭牌，帮你把所有伤害都扛下来，好好保护你那颗宝贝 SSD。那要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用一个叫做 iMDisk Toolkit 的小工具，它不止完全免费，界面也超简单，按一按就好了，真的很佛心。来，跟着我做保护 SSD， 只要4个步骤。第一，先去下载安装 iMDisk Toolkit。第二，打开那个叫做 RAM Disk Configuration 的设定工具。第三，这步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效能，所以大小设个512 MB 就很够了。然后记得勾选动态低分贝记忆体。最后一步，下面有个设定 temp 变速的按钮，点下去，把所有路径都指向你刚刚做好的 RAM Disk。好了，大功告成，是不是超简单？好，不过凡事都有一个不过，这个方法有个小缺点，就是你用来放暂存档的空间会变得比较小。那什么时候会感觉到不方便？大概就是比方说你要安装那种超级大的应用程式，或是解压缩一个好几 GB 的大档案，任何会一次产生爆量暂存资料的工作，这512 MB 的空间可能就会跟你说我满了哦。但别担心，解决方法也超简单的。在你准备要做这些大事之前，先回到工具里，按一下把设定还原成预设值，等事情做完了，再把它改回来就好了。对，就是那么简单。就像原始资料的作者说的虽然有点不方便，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取舍嘛，用一点点的麻烦去换来 SSD 更长的寿命。所以最后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想一想了为了让你电脑里那颗重要的 SSD 能陪你走得更久更远，这一点点偶然的不方便，你觉得值得吗？